植物黄叶掉花苞，养不好养不活，我把原因给你解剖出来，咱们能少走好几年的弯路。这盆是一颗缺水的绣球，咱们来看它这个根系，看见这个满头的棕色的这个根系了吗？这个植物它缺过水以后，它就从这种白色的吸水能力强的这种根系转变成这种棕色的。你要了解这个植物它吸收水分养分的地方，它都在这个根尖的这个位置，就是这么一丢丢的这个根尖。那这个植物缺水了以后，它这个小小的根尖这个位置啊，它就变黑了。那这个小根儿，它其实就已经废了。那就这个时候，咱们即使去给它浇水，它这个根系它也是不吸收的。咱们买的时候，这棵植物全是这种白根儿，那就像100张嘴去吃饭。你焊过以后，或者是浇水浇不透，或者是咱们换盆的时候，这个根系啊给它大动了。那这时候它就变成50张嘴吃饭了，嘴少了，水分养分跟不上，那这棵植物该咋办呢？它就会出现这种整体性的萎蔫，底部黄叶，底部干尖，底部掉叶，伴随着一部分的花苞脱落。出现这种情况，很多人的误区它就来了。哎呀，这花是不是缺肥了？咔咔开始的化肥用上了，那化肥里边都含有盐啊，咱们浓度对的稍微高一些，那这棵植物它死得更快。然后咱们给这个花盆拔出来一看，根系一定是黑色的，那你就是以为像这种它就是水多了烂根了，然后你再养下一棵植物，你还是不敢浇水，这样就是恶性循环。咱们要知道植物的这个毛细根坏死它是不可逆的，它这个黄叶黑尖啊它变不回来了，什么时候新的毛细根从这个土里长出来了，它才不会继续的黄叶，不会继续的掉叶。这个就是咱们缺水的后遗症。这个毛细根的生长和衰败也是咱们养花养不活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植物上面的冠幅和它下边的根系它一定是对称的，你新根少，它的叶片它就一定少，这个开花它也开不出来，你去施肥催花啊，它吸收不了。所以说咱们植物出现任何问题，一定要想尽办法让它这个新根长出来。看这个根系它是绝对健康的，全是这种小毛毛根儿，它这个小毛毛根儿越多，这个植物长势越好，花开的越多。我做了个测试，盆面放那个微生物有机肥的，它下边的这个根系它生长力就多，特别旺盛。那另外一边没放这个微生物有机肥的，它这个根新根长得就少。所有的植物我每个月都用这个微生物有机肥去刺激这个植物咔咔的长根，长效持久的，没有任何副作用的，持续性的刺激它生根。你新根长上来的越多，这个土壤干湿循环就越快，你还敢浇水，那这个时候它这个植物的状态它就是嗷嗷的好。它还能调节这个土壤的板结，调节土壤的酸度。只要是这个花盆里边的东西，你就啥都不用管了，它全给你搞定。咱们20厘米花盆直径，1个月用1勺，它繁殖起来，它就源源不断的刺激这个植物长根。养花先养根，养根你得给它一个良好的土壤微生物环境，这个是最基础的。那只有根系好了，你使用一些氮磷钾的一些肥料，它才能够吸收。你都是这样的黄色的根儿，你给它海参呢，它也吸收不了啊。咱们养花要避一个坑啊，就是这个根系的有效和无效性。这两盆花最大的区别就是这个根系它长到外边来了，这个没长啊。咱们给它剪开看一眼，那这个就是两种根系的一个区别啊。咱们看根系长出来这颗根系长出来的，那么它吸水吸肥主要就是靠这个长在地里的这个根系进行吸水。那像这颗根系没长出来的，咱们就可以这个看到里边的毛细根比较多啊。那么这一颗里边的毛细根，那么它的有效性比较低啊。这一颗拉近看一眼啊，花盆里边的这种白的这种毛细根来进行吸水还有吸肥，这个就是两者之间的一个差距啊。不管咱们在哪儿买花，买到这种花，咱们到家以后啊，要注意保护裸露出来这个根系，它不能让它干啊。咱们可以找一点这个火柴石，或者是你找一点这个土啊，咱们给它做到里边，让外部这个根系啊吸收到水分，它露出来这个毛细根损坏以后，它的这个整个的植物吸水吸肥能力就减弱很多啊，后期长势就不是太旺盛。如果咱们买到这种植物它正在开花，咱们就可以这么去做啊，这个土要保湿，或者是这个火柴石给它保湿，让它这个底部的根系吸收水分，然后花瓣以后咱们给它换盆。咱们换土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示范啊。那这个时候咱们找一个比原先大1号的一个花盆啊，如果底部排水比较好的这种盆啊，咱们不做淋水层。如果是这个瓷盆，咱们底部铺这么高的一个陶粒啊，让它把这个浇水以后把水淋下去，预防这个植物积水。咱们选择土的时候，尽量的让它排水好一些啊。这个我的这个种沙沙货土的配土方法都告诉大家了，咱们橱窗里也有啊。加底土，生物有机肥做底肥啊，底肥不要掺的太杂啊，咱们有一样就行。然后像这种根系的，咱们拆盆的过程当中，尽量保护一下这个根系啊，不要给这个根系造成太大的一个伤口。这个伤口太多，后期这个植物的根系容易有问题啊。咱们种的时候啊，先把这个外部露出来的这个根系啊，慢慢的给它梳理到花盆里啊，然后咱们提着点这个根儿，
然后加底土给这个露出来的这个根系先给它埋上，避免这个底部的这个根系架空啊，导致吸收水分吸收不上来。然后咱们常规性的周边去添土啊。添土的时候，咱们注意啊，周边的土要给它压实啊。你要是压不实，这个缝隙太小的话，咱们找个一次性筷子给它怼一怼啊，这都没有问题啊。就是让这个根系和土壤充分的接触，这样根系它才能长到新土里边来。如果说这个根系它属于一个悬空的状态，那么它这个根是不长的啊。都给它填好。咱们还是强调这个浅埋浅种啊，原土球要露出表面。你千万不要，你再抓一把土，咔给这个盖上了，你判断不了原土球的干湿。你浇水的时候，这个原土球浇不透，这个后期这个植物一定会出现缺水的症状，而且你这个土还是湿的，它也是缺水啊。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大家要注意啊。所以说，咱们室内养花的时候，别埋太深，原土球要露出来，周边给它添实啊。周边给它添实，咱们有这个微生物有机肥的，可以在盆面给它追加一点，让这个微生物刺激这个植物根系快速生长，让它这个加快它的浮盆速度啊。然后咱们拿到卫生间，大水冲啊，大水去冲底部花花淌水的这种，那么就 OK 了啊。你别忘了点赞关注啊。